你又是捐东西，又是收留那些个造假的人，你给自己人留饭吃了吗你？是啊，你们公司正规，不养闲人，可是为什么养那么多的造假的？你知道上层怎么说你们吗？我们现在连那个从监狱里出来的人都不如。从监狱出来怎么了？怎么了？谁说的？谁？我说的。大狗，你再说一遍！我是他说的，老子连陈家河都打过，你算老几？你再说一遍！你放开！再给我说一遍试试！你再给我说一遍！你放开！哎，哥，大狗，怎么打女？放开了，打女！哥，放开他！放开他！让我见识一下男人怎么打女人。老公，他打你了，怎么没告诉我呀？我要知道你打我男人，我弄死你。陈董跟我讲，你是个人才，让我每个月给你发着工资养着你。你打他，他养你，你是他亲爹啊！大哥，我要是害怕你作假，仿我们公司的货，当年我们就能把你送进去，今天不行了。我玉珠集团是公司，不是慈善机构，也不是养老院。什么人该走，什么人该留，我们心里有数。陈董一直跟我讲，玉珠集团总有一天需要大狗，他真是拿你当个人才看，你拿你自己当什么？陈董，你喜欢他什么呀？一个大男人一点气都沉不住。说，实在是让您受委屈了。有什么想不通的，您找我。谢谢。我公司不养闲人，散了。大哥，他说的在理。少爷，王旭呢？楼上呢，正收拾东西呢，你快去看看。好。我要离开这个家，这家没法待了。离开这个家，你要去哪儿啊？总会有我能待的地方，跟我一起走吧。我不想当逃兵。你什么意思啊？我是逃兵吗？现在公司什么情况你很清楚，干爸干妈顶着多大的压力你更清楚。我就是知道他们压力多大，所以我才竭力的去帮他们。可我得到什么了？说到底是你心里有鬼，你心虚，你总觉得你不是干爸亲生的孩子。如果你真的走了，你想过后果吗？他们会说你什么？他们会说你王旭是一个懦夫。行了，别说了。在这个最危难的时候，你离开这个家，你抛弃这个家，如果公司真的毁了，你觉得你下半辈子会好过吗？你会原谅你自己吗？那你说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啊？干爸他现在需要你的支持，不管你愿不愿意、理不理解，你都必须支持他。别走了，不还有我呢吗？多大人了？
坐。说。说。怎么不让我进去呢？就在这说吧，有什么话都在这说。在这儿怎么讲呢？你生我气了？我说最近比较忙啊，前段时间没过来看你了。是最近吗？好像有大半年没过来了吧？就是一直在忙欧洲的事情，你知道的。是因为进入欧洲市场，我没同意，你才不来看我的。我错了。现在陈江河，谁的话能够听得进去啊？我还是把我那股撤了吧。你不要闹好不好？陈大光的事儿你早知道了吧？为什么不告诉我？如果不是小旭，你还是要把他继续留在那里的。大光是我兄弟，我不管怎么样都得帮他呀。你把放在陈大光那儿的耐心用在小旭身上就好了，因为小旭对你是全身心的帮忙。我当然知道，他是我儿子。好吧，就这样吧，彻骨就改不了了。哎，你要是还有孝心的话，就逢年过节来看我。叔，您最爱喝的酒我放这儿了。哪位？陈，你不知道这边发生了什么？你是把你的伙伴都拽回来了吗？他们都听得很高兴的，我也把自己未来的利益都分析去了。但是不瞒你啊，现在是最危险的时候，因为每一个人都在观望。观望什么呢？观望我跟费尔南德谁有胜出的可能。我觉得如果有人能把你们的产品改进细节，能跟大家讲一下，他们应该会有更细心跟我合作。说白了，陈，我需要你给我派个人来，把你们为适应欧洲市场所做的努力跟大家讲一下。明白，那就是说我和玉柱得过去一个。No， 有一个人比你们更合适。讲过他用普通的语言跟几个国家的人讲你们的产品，他还学过那个心理学什么的。秋妍，你应该知道莱昂想要什么，他没安好心，没必要跟他一起垂死挣扎，该放弃他。我放弃他，我找谁去？你让我找老费？找别的渠道。其实莱昂有可能翻盘的。那也不能让秋妍过去。别耍小孩子脾气啊！我在跟你谈工作，你在跟我讲什么？秋妍是最合适的人选，你不能说就因为小旭。对啊，为了我儿子啊。也是我儿子，你讲话不要夹枪带棒。你在会上自己讲的。现在只要一提到王旭，就这么不耐烦。这
这孩子怎么黏了？怎么就让你这么看不上呢？暑假的时候勤工俭学，高高兴兴的跑来跟你讲他赚了多少钱，不夸也就算了，劈头开脸就是批评，就是挖苦。我为什么要这样批评他呢？一个学生一天到晚想着怎么挣同学的钱，挣来挣去心眼都挣小了，我批评他不对吗？你心眼大。这个孩子现在个性有问题，你没看出来吗？他现在见了你跟老鼠见了猫一样，他以前不是这样的。哎，他有没有问题你来问我呀？是我害的他，我不问你问谁啊？你应该问他自己。你看爸爸，你给他压力太大了，他受不了了。够了。你应该挺起来走路。妈，你看姐今天去学校接我了。是吗？班的男生都震惊了。为什么震惊？我姐长得太漂亮了。你别瞎说话，来，你先回去写作业去。好。干妈，干爸，我昨天晚上跟王旭聊了一下，他好多了，就是一时转不过这个弯来。你千万别跟他生气啊。你看这个家有了你之后，哎，我们两口子是不是踏实了？那当然。那等物资筹备完了以后，我跟他一起去。太好了。进屋吧，看看赵姐的饭做的怎么样。哎，妍妍，莱阳说想请你去欧洲帮他。所有的情况就是这样。哎，我是都跟你讲完了，但是决定你自己来做啊，我们不强迫你。所有的事情，我跟你干嘛听你的。干爸，亮阳他做了很多假的协议，跟别人说是自己的资源，这样做不好，也确实有一定风险。但我认为他有一点是做对的。作为1级分销商，他跟别人绑定，这样大家可以一起分享利益。相对于费尔南德垂直销售，还是很有吸引力的。所以你是觉得他还能翻盘？在这个时候，我们只要把火再烧得旺一点，再解决一下他们对我们产品的信任，还是很有可能的。那么你已经决定了？你放心吧。走吧。怎么了你们？谁又跟谁吵架了？真搞不懂你们。王旭，吃完了找我喝茶。这些年我和你妈妈喜欢让人喝茶，还专门为这个东西请了茶艺方面的老师，你知道为什么？茶是好东西啊，吸天地精华，占尽五行八卦。你算算啊，金木水火土没有一样它没占。哎，但是呢，它也受尽人间煎熬，风吹日晒雨淋，
最后被铁锅炒，被开水泡，这才能泡出它自己的香气来。哎，我从来不喝茶。是，你们现在这些年轻人呢，就是喜欢喝点咖啡呀，喝点可乐呀。但是我跟你讲，这才是最好的饮料。喝着不解气。你年纪轻轻哪有那么多气可解呢？是汽水解气，它解渴吗？茶不一样的。你想他自己，哎，他就受了多少苦，他受了多少气，才能把香味送到我们嘴里？你知道他想告诉我们什么吗？先苦，才能回甘。这是不光泡茶了，做人也是一样。你知道我跟你妈妈以前吃了多少苦啊？小旭，你知道我让你去灾区这次捐这些货，是为了什么？你以为仅仅是为我们公司打这个牌子吗？其实那个联合国给不给这个认证完全不一定的。其实我就是想练你，我想练练你的心。如果一个人心小，那藏也藏不住；如果一个人的心小，你这辈子生意做不大。那这个东西反正是怪我和你妈妈，一直让你们哥俩生活在一个温水的当中啊，没有被开水泡过，所以你们的人生啊，活不出味道嘛。我吃过苦。我小时候跟我妈就在站台上卖东西，我们骑火车，躺在大包上睡觉。那是小苦啊！我现在想让你吃一个大苦，你这里变大了之后，你才能扛得了压力，承受得了委屈，你的眼界才能不会那么狭隘，否则你这辈子只能像你叔叔陈大光那样。只能靠算计过日子，然后一辈子让人瞧不起。你想做那样的人吗？儿啊，这个世间聪明人有很多，你千万不要讲说我一定比所有人都聪明，那是不可能的事情。人呐，这辈子一定要活得敞亮，活得大气，你听明白了吗？哎，来吧，我现在要跟你讲一讲我们公司目前的困境和我们下面的计划，好吗？干嘛？没打扰你吧？没有啊，你有事儿？啊，跟你聊两句。跟你干爸聊完了。决定去帮梁。对啊。小旭呢？要去灾区，说实话，我这心里，我本来想的，你要是能陪他去的话，我多少会放心一些。那您的意思是？但是回头，公司这边有点孤注一掷了，莱昂那儿绝对不能败，所以我这心里真是有点为难。跟干妈说说，你为什么会决定去帮莱昂？干妈，
我觉得捐赠物资这种事，王旭一个人一定可以办得好，我也相信他。可是亮这边就像一场战争一样，而且是决战，所以我觉得可能亮那边更需要我。你还有什么别的顾虑吗？没有，怎么会有疑虑呢？这个，看，这个呢，是这么多年你干爸唯一送给过我的首饰，我觉得还挺好看的。干爸想把它送给你，就当你这次回来的见面礼了。这个一定要留着，干妈的心意，我一定收下。来，试试，刚刚好。我跟小旭，我们全家等着你回来。打扰你。不行，绝对不行。爸爸跟你是掰开了揉碎了讲这么多，你还跟我讲不行，你这是什么态度？爸，我理解你说的意思，我也知道你现在和妈扛了多大的压力，亮那边也值得去冒险，我也知道，可是秋妍不能走。秋妍为什么不能走？腿长在他自己的身上，而且他走也是为了公司。哎，你至少给我一个理由吧。妈叫他回来，不就是为了帮我们吗？能为咱们分担一些。再说了，西班牙那边的麻烦那是亮一个人的事儿，秋妍没必要去啊。西班牙那边当然是整个公司的事情。你跟我讲一讲你什么意思？你为什么不让妍妍走？好，你不讲，我讲。你就是担心说莱昂能把妍妍给拐跑了，对不对？你跟妍妍从小一起玩的，你竟然说会害怕一个外国人、一个陌生人把她拐跑了，你得多不自信啊！而且你让我难过的是，你竟然用其他的理由，宁可牺牲公司的利益去达到自己这点小心思。爸，我没有。你给我照照镜子看看你现在什么德行，一点自信都没有，心就这么大，你担心的全都是你根本就不该担心的事情啊！爸，我从来都没有求过你，我能不能这次求你不要让秋妍走啊？不可救药啊你！妈，讲了这么多都白跟你讲了，我苦口婆心，你松开他。我让你松开他。哎，20多岁了，白活了，到现在一心还在这，不是凭着自己的潇洒去活着，一点都不洒脱，满心装的都是恐惧，你装什么装啊你？不要骂了，装也是为你装的。松开！遇到问题就会哭吗？谁？站住！
陈江河，陈总啊，这深更半夜的，您这是？这是闷得慌，待不住，想出来走走，到这儿来看一看，可不可以啊？哎呀，少见，少见，不应该叫少见，我估计就没有像我这样大半夜不睡觉进商城的人。哎，不稀奇啊，你是第二个。第一个是谁啊？邱英杰，邱主任，那是10年前在老商业大楼，哎，一天夜里他来了，跟您说的一样，想到里面走一走。10年了。 10年，就是广场烧假货的前1个月。邱主任可是大好人，我家租第1个摊位的时候啊，是他帮我办的手续。那么好个人，他就没了。万仁堂当时跟你讲过什么吗？他什么也没说，心里像憋着什么事儿，就一个人。 朝里走，走吧，我就把灯给你开开，就像当年我给邱主任一样，啊，我开灯去。哎呀，这老了，这买卖都让老婆孩子做了。哎呀，哎呀，邱主任可是大好人。 哎呀，可是啊，那天晚上就怪了，他就这么一直走来走去，怪了。你看见这个地方多漂亮？你信不信将来这块地方能发生很多的奇迹？你跟你的孩子都能看见。你这辆列车不能停，得一直开下去，一站一站的过去，越远越好。 那邱岩就先不要去了。我这2天打算去趟马德里，去见一下老费。我不想再上这场价格战，所以这件事情必须要当面和老费讲清楚。你想帮我按住来啊？至于邱岩去不去？ 看我和老费谈的结果，还有没有这个必要？Surprised to see you here. 非常惊讶。两国交兵还不斩来使，可以互相探访的，不能说我来看费先生，我就被您给绑架了、绑票了，不成？Oh, thank you. Well, your courage impresses me. 他说他很欣赏您的 Do you 勇敢。 know that a flower gift to your 他说 enemy 您知不知道 means 在战场上送 surrender? 花是投降的意思？完全没有这个意思，在我们家。 送花也可以表示成为。化干戈为玉帛呀，这个话也不太好翻，你就跟他讲，兵士先生，我来看老朋友来了。 I just come to remedy the breach. Ah. Well, shall we? Please. 好。费先生。 真是有急事，想来跟您达成一个共识，就说这个价格战这个事情，真的不能再打了，扛不住的，再打下去我们己方损失都蛮大的。Young man,
他说：“请您告诉他，在中国卖货，如果不打价格战，那该怎样经营？”哎，我们发往欧洲的所有的东西都是最好的产品的。Mr. Fernando, all the products we deliver to Europe are the best. Well, I've been dealing with Chinese companies already for many years. To be honest, Mr. 他说他已经和中国的公司打过好多年的交道了。 I never would 但如果这次不是缺钱的话，是不会买我们的产品的。他说我们的产品的代名词是廉价。如果想要在价格战之外找新的出路的话，那是不可能的。比如拿中国的产品和德国的产品相比的话，他认为我们是不可能赢的。他认为，如果我们继续拿这样的产品，以廉价、低质作为优势去竞争的话， 那我们会损失更多的钱。陈总，您看这，他，费先生，你就那么的不喜欢我们的产品？那么不喜欢 Made in China？ Chen, do you know Leon? 他问您认识莱昂吗？雷昂。Although he is pretty talented and hardworking, 尽管他非常努力，但他还是一个愚民的孩子。就算他在这次竞争中取得优势， 也无害于他。费尔南德先生的家族有几百年的经商历史，而莱昂是不可能一夜之间成为贵族的，那是不可能的。他觉得您现在跟他一样。你问问费先生，你说我们的产品如果说想达到他们的标准这件事情的话，需要多长时间？你来问。 Mr. Fernando, if you want to improve our products as your request, how long do you think it will take? Well, how long does it take to travel from Earth to Mars? 你怎么不翻呢？翻呐！ 他问：“从地球到火星有多远？” 受教 ，learned it。老总，您好。老总，好，什么呀？你大给你打电话呢。 那条街开了个新店，你看见没有？开个新店，你这么紧张干嘛？是杨氏集团开的店，杨雪在那剪彩呢。我们不去看看啊？当然要去。谢谢大家来捧场。有人问我为什么要用超高的租金租下这个展厅，我告诉他没关系。 我很快就会把这钱赚回来。杨氏要么不来，要来就做到最好。大家请里边随便看一下吧。陆玉珠，没想到骆总也来捧场。陈江河呢？ 真是抱歉，杨总在这里开店我都不知道，要不然怎么也应该送个大花篮过来。这还不能怪你们手下，这店本来不是我的，我也是刚刚知道，临时决定把它抢过来的。啊，抢过来的，那这租金应该高的离谱吧？是挺吓人的，不过我听说。 好像是我们的店要比玉珠集团稍微大一些，是吗？原来杨总做生意是靠店铺大小来取胜的。那要这么说，你们夫妻俩在上海1层开店，是用钱耍着玩呢。祝您生意兴隆。喂，杨雪在我们旁边开了店，她人就在义乌。人家都打到我们家门
口了，我们居然什么都不知道。玉珠啊，我想改变一下行程，先不回去了，我要去趟德国。你还记得我跟你说的那个五金厂吗？陈江河，你到底想干嘛？亮这次去，是为了我们的公司，是为了我们的家。我懂外语，我可以交流，而且之前干爸也让我参与产品的规格调整，这些我都了解。我最合适去了。我知道，你生我的气。我这个人吧，做事小心，总是很守规矩，就是害怕做错，所以也不会那么可爱，不怎么讨人喜欢，是不是？我不像他，成熟稳重，又会讨女孩子欢心，还会逗你。你去找一个心理支柱。除了那个童年的小木屋，你应该找一个可以思念、可以牵挂的地方或者人。可是我觉得我已经有了，就是你。不是我，你相信我，你一定会找到的。我先走了。啊。到了那儿注意安全。照顾好自己。如果回来我发现你瘦了、黑了、累了，我就不理你了。嗯，好。哎，一路平安。上次您请我们吃的是这个猪肘子啊，今天啊我们换一个口味，这个叫做上海本帮菜。在你们这个国家，想找到中餐，尤其是上海菜，难上加难。Thank you. In our country, only Chinese food is expensive. 在我们国家，中国食品是非常昂贵的。那我太高兴了，但是我希望的是，不光是中餐，有那么一天，我们中国所有的产品价格都能抬上去，那我才高兴呢。我跟你讲。It looks very delicious. 叶木先生夸这个菜非常好吃。我们义乌的菜更好吃。Oh, we have a lot of delicious food in 义乌。东河肉饼，还有东河排，有拉拉面，有麻糖。哎呀，麻糖。你什么时候有时间，我请你到义乌去，好好带你转一转，让你吃个遍。Well, that won't be necessary. In Yiwu, they're only producing cheap goods of low quality. 在义乌都卖很低端的东西，他没有兴趣那边。哎呀，你也觉得我们这个产品是低端的呀？我特别理解，确实是有一定的差距。所以这次我来找你，就是来帮我考虑一下，我们合作一个合资品牌怎么样 ？New brand for us。这样，你问他，他的产品在我们中国一年能赚多少利润？How many you can earn in China for 1 year? We make several millions in profits. 几百万的利润是没有问题的。才几百万，你要交给我做的话，我一年给你做到几千万没有问题。He can earn tens millions for a year. 我们义乌是全球的这个小商品集散地，我在义乌是这个。I'm the number one here.
I consider providing you with the goods. 哦，他可以考 But there won't be any partnership. 合作就算了吧。还是门缝里看人的，这个话就不要犯了。来，吃菜吃菜。那你现在那边情况怎么样了？妈，捐赠仪式都办完了，一下飞机就办了。那边说给咱们发了一个证书啊。光发了一个证书吗？开发署说，得请专家做什么检验，合格了之后才能是他们的认定产品呢。那你办完事赶紧回来，啊。约我的人到了吗？郑姐，哎，一会儿再说。你怎么这么快就到了？不是你着急吗？风风火火的叫我来，什么事啊？回房间再说。越来越漂亮了。是吗？这一年有点干。王总，您找我？给我查查，看看今天晚上有没有飞回去的航班。王总，当地政府想请咱们到实地去看一看。实地？去灾区啊？他们说派车送咱们过去。哎，不去。我是来捐赠的，又不是来搞救援的。他们说有好多记者都要跟着去，还要采访您呢。搞笑了，这儿不能采访吗？这个，你们，行，去吧。好。谁知道他就是你们对手啊？就是在欧洲打价格战的那家。哎呦，早知道我就不租给他了。没事儿，姐，租就租了呗。我只是在想，他怎么找到你的？怎么知道你那店要租呢？这个嘛，我也不太清楚。你好，骆总那边有人请。谁啊？大家等会儿。说是你的朋友约好一起，真的。约好的。骆总请。跑来勘察敌情了。你怎么在这儿？怎么这美容院有写着不许我养血进来吗？脱了衣服一起坐吧，正好可以聊聊天儿。怎么了？是不敢跟我一起做，还是舍不得花钱啊？我猜你是舍不得花钱。我跟你讲，女人就应该对自己好一点，要不然有一天人老珠黄了，小心你的男人看不上你。今天我请你，算我账上。不用了，算我的。别呀，我是这儿的老会员，可以打8折。再有钱，能省也省点吧。哦，我打6折。哎呀，我好像办的是他们这最高等级的钻石卡吧，以后就要常来义乌了，少不要来这边做美容。等着，换衣服。各位领导，我们今天要去的这个地方啊，是重灾区，在大山的深处，前面呢可能会塌方，希望领导们到时候一定要听从我的指令。你们的欧洲货还不降价呀？陈江河压力大吧？我老公还好呀，主要是对手不强。别打肿脸充胖子了，你们的数据我都知道。哼，杨总才是赔本赚吆喝吧？那么疯狂的降价。哎呀，我好想看看贵公司的财报呀！哎。我至少量保持在那儿，总比卖不出去强吧？
你呀，骆玉珠，你就是太要面子。你说你干嘛要陈真和在上海商场1层开店？你真当你们的产品有那档次吗？你不用操心我们家的东西是什么档次，反正5年之内，我们会在欧洲的1线商场的1层开店。别，我给你10年，10年之后还有玉珠品牌，我都替你谢天谢地了。10年之前就没有玉珠品牌，又怎么样呢？谁能想到大名鼎鼎的杨氏今天被我们逼得打价格战？哎，今天那个新闻上有一条关于你的，你看了吗？我先去一下卫生间。你们俩出去。你告诉记者的。我还以为你不会生气呢。从哪儿知道的？谁告诉你的？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这么简单的道理都不知道。我问你，谁告诉你的？我现在算是明白你怎么心那么狠，连对你亲生父亲都能这样，还有什么是你骆玉珠做不出来的呀？杨雪，玩臭流氓这一套，你这个千金大小姐可玩不过我。哼。哎，你干什么呀，骆玉珠？哎，很烫的，你知不知道？哎，你给我住手，骆玉珠！骆玉珠，好好美啊！我，烫死我了！哎，来人啊！哎。钱。Hello。Coffee or wine？ 你跟他讲，不用那么客套，坐。It's not necessary for this. Have a seat, please. 我就问你一句话，问完我就走。你我，咱们2个到底能不能合作？Can we just make a cooperation first? What if I refuse? 他说如果他拒绝呢？没关系。如果不合作的话， It's okay. 你的技术、你的设备，我一样可以能拿得到。3年，我只用3年的时间，我保证能学得到。你信还是不信 3 years, only 3 years. How can he be so rude? 他说你没礼貌。没礼貌你也受着吧。我这人不喜欢兜圈子，因为时间对你对我都很宝贵。你不是想进入中国市场吗？如果我们2个合作的话，我帮你，也许你根本用不到3年。Have 3 years, he can make that for you. 我这个人喜欢直来直去，我等你的答案。You got 再见， my 兄弟。 cover. That's it.
抽烟。尊贵的东方公主，请。我的车怎么样？很好哎，车很好，你这套西装更好，花了多少钱租的呀？你怎么知道啊？这是空冲剂，就是拿鸡毛的一部分。那你跟我说说，你这个空城计唱到哪儿了？先感谢你来帮我，我真的没想到，我特别感激。不用谢我，帮你等于帮我。行，那我先告诉你2个故事。一条船遇到了海盗，把水手们关在不同的屋子里。那些海盗非常凶恶，用尽各种手段逼着水手说出财宝藏在哪里，但是没有一个人说。于是，一个个都被扔进海里。那还好，这些水手水性特别好，大家都在海里一起漂浮，直到获救。还有一次，船失去了动力，粮食越来越少，水手们开始分摊食物的时候，1天、2天、3天，人越来越少，到最后，谁都不敢闭着眼睛睡觉。为什么？是因为谁睡觉了，都被其他人抛进海里。第一个故事告诉你，水手是非常讲义气的，一旦团结起来，没有人能击败他们。第2个故事告诉你，讲义气是建立在实际利益上的，一旦发现是空的，没有人能比他们更狠。这2个故事我明白了，但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跟我说这2个故事。你将面对的就是这些拳手。姓陈的2个人，别急，都有啊。来，什么？塌方把路给堵了？哎，哎，你等。怎么回事？不是，路怎么了？这塌方把路给堵了。那还能不能走啊？我估计够呛了。他们说等天亮抢修队才能进来，今天晚上估计得住这儿。就住这儿啊？哎，我说你们是怎么安排的？能不能把事情做得周全一点？不是，这突发状况，实在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能解决问题吗？你知道这得耽误我多少生意？哎呀，对不起了啊！来了！谁这是？啊！哎，是你？嗯。哎呦，你怎么来了？你这小脑瓜子装一些什么呀？你真是个天才！哎，老头子，你记住了，这就是谋生的难点，只有咱俩才能懂。那你
说慢点，说慢点，我慢慢记啊。这就是 K， 然后这是 D。妈，拿上你的书包，出来。妈，我不揍你，你皮痒是吧？敢一个人跑这么远，你看我回家怎么收拾你？妈，我就是来看网友的，不是来看外公的。你再跟我顶嘴试试！你别吓着孩子，这孩子这么聪明，疼还疼不过来，你别吓着他。上车，沈洛。上车。你到底想干什么？别跟我装糊涂，要多少钱？明说。一中。但是有一点，拿了钱就给我闭嘴，离开燕窝，别再让我见到你跟你儿子。你说我不是要钱，你说什么呢？那你图什么？你跟别人编那些瞎话作践我，你图什么？我编什么了？你说，我编什么了？那这是你儿子，自己上网看。这上面有我的电话号码，把你的账号发给我，问清楚你儿子多少钱才能让他闭嘴。你弟弟不可能做这种事。一珠，他说什么了？哎，哎，干嘛呢？你跑什么呀你？我还能把你吃了呀？跑得还挺快。编头绳呢？你这头绳编的可不怎么样。走，进屋，叔叔给你编个好看的。来，进来吧。走啊。坐下啊。坐下。你帐篷里没有这个灯是不是？来，咱们选一个你喜欢的颜色。哎，师傅，师傅，你见到我们家小玉了没有？没看见那孩子。小玉。编绳呢，最重要的是这个结。你说你这孩子，你出门怎么不跟妈妈说一声啊？我的孩子。阿姨，她是你女儿啊？是，她是我女儿。
坐吧。不坐了，不坐了，领导就不麻烦您了。哎呦，没事儿，我们俩玩呢，孩子挺可爱的。这是您编的啊？编得挺好的。小时候我妈就是卖这个的。她大聋哑，他爸爸走的时候没顾得上，发了3天烧，才送到医院的。骆总，他们找你啊。骆玉珠吗？我是。有人告你涉嫌故意伤害，请你跟我们走一趟。妈，这个编得真好。这我们这儿啊都没有这手艺。您这是跟谁学的？我这都是跟我妈学的，我编这个编了3年，就跟她这么大的时候。哟，您这也吃了不少苦啊。哎，她叫小玉啊。她爸爸去的。领导，您见识广，我能跟你打听个事儿吗？我以后别叫我领导了，有什么事您就说吧。你说他这烧成的聋哑，要是到大城市、大医院，能看得好吧？这个我也说不太清楚。不过您别着急，我回到城市里边，我想办法给您打听打听。我谢谢你。阿姨，你这是干什么呀？你快起来，你快起来！你这是干什么呀？你知道，我就是为我这女儿活着。如果不是她，我早就跟她爸去了。哎呦，阿姨，你起来说话。她到现在还不知道她爸爸不在了。我就是想着能早点把她的病治好。等他长大了，再慢慢告诉他。你回去吧。没事，我再送你一段。您还是回去吧，打扰您半天了。这路太黑了，我帮您照照。谢谢，走吧。小玉，你干什么？小玉，他不是你爸爸。小玉，没事吧？这孩子天一黑，一看到手电筒，就以为是他爸爸。张姐，大娘，同志，能不能先给我录口供啊？我先交代情况行吗？一个一个来。那你能不能把电话给我？我等我儿子电话，我着急。第一次进来吧？哟，还挺冷的。犯了什么事儿？伤害。我去，看着不像。那你犯了什么事儿啊，小妹妹？偷
偷东西？穿的这么引人注目，偷得着吗？你叫陆玉珠吧？你怎么知道？玉珠集团总经理。呀，你还是个总经理呀？身手不错，刚才的话我收回。你知道我的外号吗？商城小太妹，就是本小姐。既然这方面你能力这么强，请教个事儿呗。什么人好偷啊？捂着藏着的人呗，越小心说明他越有钱。那什么人不好偷呢？故意露财的人，正因为他露财，说明他有底气。这一路不用跟，钱都存在手里，除非抢，偷根本不行。偷也有道啊。这名片你不是白偷的。什么时候你不偷了，决定走正道了，遇到难事儿，给我打电话。